當身邊嘅人唔記得自己，咁我應該要點面對呢？唯有每日都重新再介紹俾佢識。我想多謝我老婆一路以嚟跌咗心之後對我照顧我身體唔好嘅，梗係好傷心啦！唔通一個陌生人會話俾你聽，聽日落雨啦，你要着衫同埋帶遮啊！因為自己可能會面對呢啲嘢，我哋每日都好珍惜對方每一句説話。明年嘅今日咧，就一齊環遊世界，同埋健健康康咁生活，係咪啊？Heidi 同 Jeff 結婚23年，但係平凡幸福嘅日子唔多。婚後17年 ，Jeff 連續4次同鬼門關擦身而過，來回地獄又折返人間。但係無論病情點變，唯一唔變嘅就係太太無微不至嘅照顧。即使 Jeff 因為開腦手術，曾經唔記得呢位最親密嘅枕邊人，而家腦蓋仍然打開，死神隨時叩門，但係 Heidi 選擇活在當下。呢段患難與共嘅愛情故事，由一間訓練學校開始，佢哋同校畢業之後一直保持聯絡，日久生情，好快就當咗對方係一生嘅伴侶。拍拖都拍咗好耐㗎，我哋拍咗成差唔多9年拖先結婚，因為即係其實日子好容易過，開心。多謝。佢吸引之處就在於佢感染力大啦，佢投入感高啦，佢會照顧人。2000年嗰陣，兩個人拉埋天窗，開始咗美滿嘅新婚生活。殊不知，某日李生突然半邊面癱，35歲就確診第4期嘅咽癌。佢面癱之前咧，其實有段時間咧，原來佢一有頭痛，都有成3個月啊咁上下噶啦。咁但係佢一路咧都係食住啲 Panadol， 電療咧真係比較辛苦啲嘅，會嘔啦，食唔到嘢啦，喉乾啦，喉痛啦，仲有皮膚灼傷啦。佢做電療，其中即係到中期到啦，一日可能要飲4至6罐嘅營養奶。咁我好記得就係佢真係飲到第4罐就飲唔落咯，即係佢要嘔咯。所有食物咧唔可以太鹹，唔可以太甜，唔可以太熱，唔可以太凍。每樣食物咧都好容易刺激到佢喉部嗰個感覺。咁但係點樣喺食物之中仲要俾足夠嘅營養佢咧？呢個先係好難做到嘅技巧咯。11年嗰陣時咧，晚飯期間咧，突然間佢腦癇，醫生講佢個腦左邊有一啲電療後嘅後遺症。做完手術嘅第日，咁突然間佢就好似定一定格咁樣，突然間話俾我聽唔記得咗某些身邊嘅朋友。咁我記得我係2行眼淚咁對住啲醫生講，我話真係唔得，你哋可唔可以睇下佢發生咩事幹咁樣？咁呢個後遺症係醫生曾經有講過，但係當其時我就冇去刻意去諗佢會唔記得我。點知唔夠幾年，再次發現李生嘅腦幹有個腫瘤，好大機會要再開腦。如果手術出錯，可能有即時死亡嘅風險。李太掙扎咗好耐，估唔到原來仲有另一條出路。細姨都好愕然啦，個片出嚟咧係嗰個 shadow 係細咗，佢就問我哋一句：你哋做過咩啊？咁我都同佢講，我話老實講，我哋其實就係真係睇中醫。Hello，係張姨。點啊？你好嘛？我哋諗下先。掛住你啊！我掛住你，掛住我啊！你好精神啊！你知唔知啊？當然即係好開心，就係因為最終我哋係試咗病人咧係可以用保守治療食中藥咧，我哋嘅活血散瘀啊，或者係化痰啊、通絡啊，佢可以解決到佢一個腦幹嘅一個囊腫嘅情況。咁對病人嚟講，你嘅創傷肯定係即係最少啦。咁我哋亦都會教李生咧係做一啲咧就係放鬆或者係加強咽部嘅吞咽神經，同埋加強一啲肌肉嘅運動啦。咁想問咧，生活咧打算咗整牛肉粉咁樣肉粉。
肉餅咧就你而家吞咽唔到啊嘛，你因為肉餅咧跟你吞嗰下咧就跌咗落去氣管啊，所以佢就係肉餅嗰個質嗰個粒子咧都仲係太粗啊。即係咧，好似啲香蕉蓉咁樣。係啦，要做到咁。就滑滑地，咁你先可以容易吞入去嘛。如果你10幾年嚟咧，其實佢去茶餐廳咧食得最多咧就係窩蛋牛肉飯。咁咧點解咧？因為其他咧佢係固體啦，佢吞唔到啦。咁窩蛋牛肉飯咧，咁因為可以腍啲啦，同埋打爛咗啦。就算佢而家即係完全唔可以食固體啦，佢都會諗方法咧，就係我可唔可以咧，就係下晝3點3咧就飲翻杯鴛鴦喎。有陣時咧，你都可以搞一啲嘅肉汁啦，即係得唔得啊？牛肉水啦。牛肉水。因為我第一次摸到佢隻手咁凍啊。係啦，即係證明咩咧？血氣唔夠，同你食嘅嗰啲罐裝奶係都有關係，因為始終嗰啲係人工啊嘛，即係我哋叫冇乜質地啊。動物性嘅鐵比你紅棗、黑棗嗰啲係要強啲嘅。煮腍咗啲牛肉咧就 blend 咗佢，咁你即係你煮嘅過程你可以加啲花椒、八角薑，咁啊暖性啲咯，溫性啲，同埋辟咗啲腥。都建議佢太太就係話我哋點樣咧將中藥煲埋一啲嘅水啊湯啊咁樣，係希望咧就係混入一啲嘅營養奶粉，等佢都係除咗營養奶之外，都仲有啲其他嘅一啲嘅中藥可以幫佢係固本培元啊，係加強佢體質咯。經過中醫治療，呢個腫瘤冇再復發，但喺前年李生唔小心喺屋企跌親，昏迷入院，必須要做開腦手術。直到今日，李生仍然要移走部分頭骨。換嚟嘅係記憶力越嚟越差，但係李太並冇埋怨，更加珍惜彼此相處嘅一分一秒。早晨。因緣巧合底下，我亦都遇到佛教啦，學會咗好多做人嘅道理啊。當你好急嗰陣時，對方其實好感受到你嘅不安，你會顯露到發脾氣啊，冇耐性啊。好。3、2、1，我哋兩個好中意去旅行，去到周圍唔同嘅地方啊，感受啊。你唔可以只係嚮往過去有嘅嘢，大家都要喺呢一刻，我哋能力上可以做到啲乜嘢嘢嘅，咁先係心靈上咁填滿佢咯。在心中啦，我哋許嘅願。李太咧，其實係即係我自己都非常之即係敬佩嘅一個女士嚟嘅，從來冇見過李太咧。其實佢係有任何嘅抱怨嘅，佢只有係鄧先生難過，鄧先生係覺得辛苦。你曳偷食嘅時候啊，你太太係諗下點樣幫你偷食係嘛？飲奶茶啊，肉餅飯啊，窩蛋牛飯啊，明明曳唔吞得落去嘅咧，就太太諗方法都可以滿足你想食嘢嘅心喎。大家一齊經歷咗幾十次嘅大大小小嘅身體嘅問題，我哋自己咧其實都見咁多人啦，見好多萬人，甚至乎10萬人，每個人咧都係有佢生老病死，有發生好多一啲嘅故事嘅。咁但係你哋係其中一個令我好感動嘅。人哋成日都講，即係久病床前無孝子嗬。久病床前咧，夫婦咧都唔一定係咁和諧。我哋講執子之手，與子偕老，你哋係最好嘅典範嚟嘅。我同你講，每日咧我哋都會講好多情話嘅，我會好珍惜同佢嘅時間，因為見咗一次又一次，佢差唔多真係要離我而去啦。呢啲咁嘅情話咧係應該要流露嘅，要表現嘅。尤其是照到就係有個影喺個大陣嗰個位置啊，嗰個期間咧我係差到瞓唔到嘅，因為好無助。你有冇啲咩説話想多謝翻老婆啊？我想多謝我老婆，一路以嚟跌咗身之後對我照顧我身體唔好嘅，朝早6點鐘起身，辛苦啊！佢第一件時間就係唔會俾你有感覺，就係話我病，我好辛苦，我需要人照顧，會話俾你聽，老婆，我好對唔住啊，我身體出現問題，我有好多嘢係做唔到啦，咁樣要我自己好照顧自己，食得好，瞓得好。如果當身邊嘅人唔認得自己，唔記得自己，
當然好傷心啦，即係講真，佢唔記得我喎，唯有係每日都重新再介紹俾佢識。佢每日都話俾我聽天氣，要着多件衫啊，要帶把遮啊。以往我都會覺得可能會有啲會煩厭啊，但係靜落嚟會諗，如果當你第二日身邊嘅人都唔喺度啦，都冇人同你講出街要帶遮啊，天氣唔好啊，咁你會點呢？我願對你承諾，從今開始，無論是順境或是逆境，富有或貧窮，健康或疾病，我將永遠愛你、珍惜你，直到地老天長。其實屋企或者身邊人有病嘅情況底下咧，點樣可以喺康復之後行返一個正常嘅生活？咁例如係可以有冇辦法係即係佢哋康復完之後可以做返一個正常嘅工作啊？等佢哋有返一個即係對社會嘅貢獻啦，或者係佢哋本身做人又會有返個方向，有返個目標，咁可以享受返人生啦嚇，咁樣係嘛？